你弟弟不要我，你要不要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这哪有跟弟弟订了婚约又改嫁哥哥的道理？这不合规矩啊！兄弟气，不可气！是跟远儿订的婚约，如今要是跟了他哥哥成亲，往后我们顾家不就要成为全京城的笑话吗？顾夫人现在跟我谈脸面，顾萧远口口声声嫌弃我是商贾之女，不配进顾家的门。可你们是不是忘了，顾家当年可是靠着这商贾之家才救回了老爷的一条命。当年老爷进京赶考，盘钱花光，穷困潦倒到要在寺庙里靠卖字为生。若不是我父亲入庙礼佛，因赏识老爷才华送上进京的银两，老爷能有今日？怎么，如今顾家门第高了，那些救命的银钱、暖身的衣物，就都成了顾萧远口中不入流的商贾卑贱了？这过河拆桥的本事，倒是让陶然长了见识。原来顾家还有这层渊源，那这二公子退婚确实太无情无义了。那时候，夫人拉着我的手，说我性子好，生得俊，对我喜爱有加，更是您两位主动提议，要让顾湘远与我定下婚约。怎么，那时候顾家就不怕被京城笑话高攀了商贾？那时候是那时候，15岁那年，我本该风风光光嫁进顾家，可我父亲突患重疾，撒手人寰。我爹一走，家中叔伯婶娘见我弟弟尚且年幼不能担事，一个个如狼似虎，觊觎着要瓜分我爹留下的遗产。他们甚至想把我娘和弟弟赶出家门。竟有这种事，陶家那些亲戚也太狠了。老爷，您知道我是怎么护住我娘和弟弟的吗？就是因为我有这一纸婚约，因为我是太师之子的未婚妻，那些白眼狼亲戚才心存忌惮，不敢做得太绝。倘若我今天被退了婚约，灰溜溜的回扬州，不仅是我娘和弟弟的日子也别想好过。那些人会像苍蝇一样扑上来，把我们撕得粉碎。今天不论是顾萧远还是顾萧恒，只要是顾府的人，我今天都嫁定了。论财力，我陶家是扬州富商，门外那10几车堆积如山的嫁妆，哪一样不是奇珍异宝？论相貌，我自问不输这京城里任何一位大家小姐。论内在，我不仅诗书读得，账本更是看的。且随我爹走遍4山5岳，见识阅历又岂是深闺女子可比？配他顾萧远，我陶然完全是绰绰有余。夫人有什么可嫌弃的？你这孩子简直目无尊长！老爷，当年若不是您主动提出结亲，让我陶家求娶的优秀男儿能把我家的门楣踩烂，我何须千里迢迢赶来京城，在这里受你们的轻薄和冷待？如今我父亲孝期刚过，老爷夫人竟然就纵容顾萧远在大婚之日，把我这个未过门的新娘晾在正堂足足半个时辰。他不仅不露面，还差人诋毁我的家世，一心想要悔婚。这就是太子太师的家风吗？这就是所谓的知书达理、信守诺言吗？陶然，这太师一世英名，若是落个无情无义的名声，那在朝堂上还怎么立足啊？德才兼备了大半辈子，谁能想到家宅不宁到这种地步？老爷，你消消气，这孩子说话重了些。远儿那边，我顾某修身历劫大半辈子，靠的就是信义二字。陶然，你听着，与你父亲知恩多年，绝不会做出此等无情无义的事。那老爷现在打算如何解决？来人，去永平楼，就算是五花大绑，也要把那个逆子给我绑回来。他若敢反抗，就直接给我打断他的腿，抬回来。老爷，远儿那性子你不是不知道，你若是硬绑，这成亲的大喜日子岂不是要见红？你住口！都是你惯出的好儿子，今日若不让他败了这个堂，我顾家的牌子就算是彻底砸了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不用了。好。顾萧恒，你方才问我的话，可作数。你应该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说我。他们说我顾萧恒天性冷血，
命硬克妻。是啊，陶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。大少爷18岁那年娶了忠顺侯府的千金，结果那位夫人，难产而亡，命苦得很呢。可不是嘛？那以后5年了，大少爷身边连个妾室都没有，这克妻的名声可不是虚的。而且他还有个5岁的女儿，陶然这过门就是续席，名头不好听不说，还得当人继母。陶姑娘，这大少爷虽说17岁就中了进士，是高官贵胄们争相招揽的女婿人选，可这克妻……正如你所言，你17岁中进士，年少有为。论家世，你是嫡长子；论能力，你远胜他人。聚贤的名义确实不好听，但比起嫁给一个大婚之日碌碌无为的纨绔子弟，我觉得顾大少爷要优秀得多。陶然，你简直胡言乱语！月儿再不济也是你的未婚夫，你怎能如此羞辱他，转头就要攀扯他哥哥？夫人，羞辱我的难道不是您的好儿子顾萧远吗？我只是在顾家给我的这一滩烂泥里选了一个最像样的人。顾萧恒，这笔买卖我觉得我不亏。顾大少爷，只要你敢娶，我陶然今日就敢嫁。疯了！这陶家的姑娘真是疯了！这大喜的日子，新郎换了亲哥哥，这顾府以后在京城还怎么走动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陶然，你简直是在胡闹！老爷，您快说句话呀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若是今日由着他们乱来，传了出去，咱们顾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咱们还要不要在这京城立足了？父亲，您身为太子太师，多年来授予太子的是信义2字。如今顾家在大婚当日新郎官逃婚，您明日早朝该如何面对文武百官，又该如何在朝廷立足？可换亲之事更荒唐！恒儿，你这分明是趁火打劫！萧远不仅不愿成亲，还对陶然姑娘出言不逊，极尽诋毁。老爷，这万万不可啊！罢了，恒儿说的对，不能让老友在九泉之下寒心，更不能让顾家背上不义之名。既然如此，这门婚事我准了。老爷，您真的想好了？远儿那个性子您是知道的，他若回来发现媳妇儿成了大嫂，岂肯轻易罢休？萧远自己做的孽，他没资格罢休。来人，明月！别怕，有我在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！二少爷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躲在奴家这儿不愿回去？是不喜欢那新娘子？长得确实漂亮，性格也有趣，就是野了点儿。哟，二少爷向来不是最喜欢野一点的女人吗？怎么今儿倒嫌弃上了？美妾娇娘自然是越野越好，可要当这顾府的二夫人，太野了可不行。我就得让她在正堂多等上那么1-2个时辰，杀杀她的锐气。我要让她知道，嫁进顾家就得听我的。您就不怕这一晾，人家姑娘性子一上来就不嫁了？不嫁？她今年都18了，又是商贾出身，除了我顾家，谁还能给她这泼天的富贵？她耗不起，只要她还想要名声，就只能乖乖在那儿等着，求着我回去成亲。鬼叫什么？本少爷还没回去，能出什么大事？不好了，少爷，陶然姑娘要跟大少爷成亲了。你说什么？谁给他的胆子？谁让他跟我大哥成亲的？我大哥他疯了吗？是陶然姑娘自己当众提的，大少爷答应了，老爷也点头了。这会儿怕是已经拜完天地了。真是个疯婆娘，她想玩真的。疯婆娘，是真的敢！少爷，您慢点，小心撞着人！滚开！
商贾之女也配识字？这画的歪歪扭扭的百宝图，本少爷拿去垫桌角都嫌脏。哎呀，救命！疯婆子，你放手！顾小远，把东西还给我，我就把你当癞蛤蟆踩。那是马蜂窝。胆小鬼，这就带你尝尝最新鲜的蜜。啊！拿走，拿走！瞧你那怂样，这可是药材。那些人觉得商贾低贱，却不知这世间的奇闻异事全在咱们跑商的脚板底下。他自小跟着他爹娘走南闯北的做生意，看过好多风景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各种坊间见闻也讲得生动有趣。曹然，你不许走！你走了，谁陪我捅马蜂窝？你明天记得去扬州找我。那年他在来府里小住的时候，已经出猎得亭亭玉立，有了少女的风采。这是那个捅马蜂窝的陶然。萧恒哥哥，久违了。喂，陶然，我给你准备了扬州没有的稀罕玩意儿，你要不要看？陶然，这小狗好玩吗？我特意给它扎了红绸子。你看它一眼啊，它还会打滚呢。然而，听闻你这几日整天窝在藏书阁，回顾伯母，书中自有广阔天地。你是商贾出身，规矩本就松散，如今到了太师府，得知道女儿家的心思不该在诗书上，专注女工才是正事。读那些圣贤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要为人妻母？拿好针线才是本分。伯母此言差矣，男子读书可治国平天下，女子读书变成了不务正业。放肆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伯母说女红是本分，可若不读书，连账本都看不懂，如何持家？难道女子生来就该被困在方寸之地吗？这世间对女子的要求与束缚太多，很不公平。若我偏要读书，谁能拦我？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您一天没有用餐会饿，吩咐奴婢拿来一些吃食，少夫人先吃点。没想到他还挺细心的嘛。陶然，陶然，你在哪里？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个疯婆娘，你跟未婚夫的哥哥成亲，你简直不知廉耻！少夫人，二少爷喝醉来找茬呢，您可千万别开门，奴婢这就去喊人。哼，刚才三催四请的他不来，这会儿来的倒挺快。大家都来看啊！看看这个不知廉耻的扬州商女！我顾家待你不薄，你倒好，我前脚才说不娶，你后脚就嫁给了我大哥。二少爷，您醉了，少夫人已经是……什么少夫人？陶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不是想当顾家的夫人吗？出来看看我，我哪点不比顾萧恒强？这种商户女也就配在我脚底下求饶。是哪个杀千刀的不长眼睛敢惹本少爷？活腻了是不是？你这个疯婆娘，你竟然敢踹我！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，敢在太师府撒野！是谁要找谁算账？顾萧远，我看你屁股跟脑袋装反了，一开口就只会颠倒黑白。你大婚之日，你躲在青楼，让全京城看顾家的笑话，看你爹的笑话。如今你倒有脸跑来指责我。我陶家虽是商贾，却也教过我什么是礼义廉耻。你呢？太师府教出来的二少爷，就是这副半夜闯嫂嫂院子撒泼的德行吗？你跑！你往哪儿跑？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！放肆！你如今该叫他一声兄嫂。大哥，
你明知道陶然是我的未婚妻，为什么还要答应跟她成亲？你这是趁人之危，你是故意在全京城面前看我的笑话！今天大堂之上，所有人都听到了。你觉得陶然出自商贾之家，不配成为你的妻子，你嫌弃她，但我认为她配得上任何人。我那不过是一时气话，我不是不愿娶她，不过是觉得她性子太硬，想挫一挫她的锐气罢了。谁知道她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。为人父者，受点委屈怎么了？她偏要在大堂上闹得鱼死网破。挫我的锐气。如果你想娶的妻子需要对你百般顺从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永远娶不到一个真心爱你的妻子，而是恨你憎你的奴隶。你少在那危言耸听，你性子这么野，我不过是想让你知道顾家的家法罢了。可我大哥也只是为了顾家着想才跟你成亲，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他连正眼都没瞧过你几次。你难道就能真心爱他这种像冰块一样的人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？喜欢？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？哈哈哈！你常年在外做事，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京。陶然每次来府里，你除了教他写字，就是关在书房。你们加起来说过的话有我多吗？可我俩从小就一起玩，你有我了解他吗？了解。顾萧远，你所谓的了解，就是他为了守孝孤身一人在扬州苦苦支撑时，你在这里花天酒地。如果你真的了解他，为什么会在成亲当日嫌弃他的家世？又为什么会为了杀他的锐气，就将他一个人晾在大堂半个时辰？你可曾想过，那半个时辰里，他一个人面对满堂宾客的嘲讽，那是怎样的临帖？若你真的了解他的性子，就应该知道他不是逆来顺受的性格，不是吗？可是为人妻子，哪个不是要对丈夫三从四德，唯命是从？这种女人，若是放任自私，以后还不得翻了天？我的妻子就不用。顾小航，你少装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顾萧远，看来我平日里对你的纵容，让你产生了一些错觉。我不想在这里跟你耍小孩子的脾气，你也没有资格质问我。我只说最后一句，往后的日子，若你再像今天一样对他不敬，我不会跟你客气。我刚才意气用事了，忘了问你，萧远此时回来了，你嫁我可会后悔？在你想清楚之前，我会去书房睡。不用，我不后悔。都已经跟你拜堂成亲了，又反悔要嫁顾萧远，传出去我不用做人了。再说了，今天他的一言一行都踩在我的雷点上，嫁给他，我倒霉一辈子。你这么看着我做甚？难不成是因为我刚才当着你的面讲了你亲弟弟的坏话，你心里不高兴了？新郎官新娘子，吉时已到，该喝合卺酒啦！哎呀，陶姑娘快上来！这要是被夫人瞧见了，可了不得！怕什么？你们这儿的蝌蚪比扬州的还笨。母亲，孩儿做到了，孩儿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萧恒哥哥，今日大喜，你该在外面喝酒，怎么哭得如此难过？我娘说吃了甜的就会开心了，给你吃糖。大嫂，你少在这装清高！我大哥如今人已经没了，你指望这一个妇道廉价，加上一个黄毛丫头，还有这个臭小子，能撑得起陶家这么大的事业？就是，
我们这也是为了陶家的香火着想，赶紧把各房的钥匙和地契交出来，不然今天谁也别想出这个病！你们这是明抢啊！老爷适口未寒，你们怎么能如此逼迫我们孤儿寡母？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！我看你们谁敢过来！今日谁敢碰我娘和弟弟一下，我陶然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拉着你们一起进棺材！呸！你个丫头片子，还反了你了！给我抢！是。住手！本官济南府推官顾萧恒，我父亲乃是当朝太子太师，陶世伯与我父亲乃是生死之交。本官今日奉命前来领事，你们这群无耻之徒，在灵堂之上谋夺遗孀产业，若再敢动一指，本官立刻让扬州知府派兵，将你们通通锁进死牢。本官明日便要启程回京述职，但你们给本官记清楚了，陶世伯与我父亲是生死之交，陶然姑娘更是我顾府未来的二少奶奶，与我二弟萧远早有婚约在身。顾大人，这女大当嫁，往后陶家这没个男丁撑门户，我们这些做叔伯的……陶家自有陶夫人和陶少爷在，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。若本官听闻扬州城内有谁敢觊觎陶家半分家产，又或者若对陶然不好，他绝不会轻饶。本官定会上奏朝廷，治你们一个忤逆谋产之罪，绝不姑息。是，我等不敢了。雨天风凉，怎么不回屋歇着？萧恒哥哥，爹爹以前最喜欢带我去码头看雨，他说商贾之人最爱下雨，雨水落得足，运河的水位才高，船才能行得远。可是现在运河的水再高，爹爹也回不来了。然而保重身体，陶家还有你娘和弟弟都指望着你。我知道的，萧恒哥哥，多谢你这几日的操劳，陶然感激不尽。少爷，你已经跟陶然姑娘成亲了，怎么还是不开心？可她对我无意。请公公喝茶，请婆婆喝茶。入了顾家的门，往后那些商贾人家的轻浮性子就要收一收了。娘亲，灵儿乖。恒儿，如今太子那边对辽东的局势颇为关注，你身为御史，此次回交后的述职报告须得字斟字酌。父亲教诲的事，孩儿已连夜拟好了初稿。灵儿，大人在说话，你这样是不礼貌的，谁教你的规矩？在大堂之上如此失仪。对不起，祖母，灵儿以后不会了。哼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丫头平日里爱玩捣乱的很，一点没有女孩子家的样子。若是再不严加管教，将来指不定出什么洋相。女孩子家该是什么样子？然而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大家闺秀自当温婉贤淑，坐卧有常。灵儿她不就是女孩子？
她是什么女孩子就是什么样，天真浪漫是她的本性。难道非要修剪成一颗一动不动的木头桩子，才算是有样子吗？这丫头14岁那年就把我们说的哑口无言了，以后年轻人的事就让年轻人自己看着办吧，我们老两口就不插嘴了。少爷生母走后的第2年，二少爷就出生了。那即使进门可真是够快的，那是自然，因为二少爷是早产，从小便体弱多病，因而极得老爷夫人的宠爱。夫人为了照顾二少爷，那是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。老爷也觉得亏欠二少爷，凡事都依着。那顾萧恒呢？他当时多大？没人管他吗？大少爷那会儿也才4、5岁，老爷觉得他是长子，必须出人头地，只要他书读得不好，便是一顿责罚。从那以后，大少爷的性子也变得愈发沉静寡言。后来中了进士，任巡查御史的职位后，公务繁忙，1年到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大少爷不想在这个家里待，可他放心不下小姐。小姐没有娘亲照管，大少爷又常年出差在外，顾夫人对他冷淡又挑剔，因此性格变得胆小怯懦。只要小姐说话大声点，或者多动一下，夫人就要拿规矩压她。即便奴婢很疼爱小姐，但奴婢也只是一个丫鬟，人微言轻，并没有能力可以给小姐撑腰。灵儿，别怕，以后谁再敢挑剔你，娘亲就替你怼回去。这个小苦瓜，让娘亲来好好疼爱你吧。少夫人，这些粗活交给下人做便是了，若是烫着了，少爷回来定要怪罪的。那他可有的等了，他在宫里述职，我在家里研究美食，互不耽误。在扬州的时候，多少人家想买娘亲的方子，娘亲都不卖，今天便宜你这小馋猫了。尝尝。哇，像红宝石一样。扬州有糖霜球，娘亲这叫陶氏秘制。留点肚子，好吃的在后面。小心烫。嘘，那只大秋处进洞了，灵儿上。灵儿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满手泥垢，哪有一点嫡小姐的风范？祖母，娘亲说干活的手最干净，不干活只在那儿挑字的人，心才是脏的。放肆！你敢跟我这么说话？谁教你的？我教的。女孩子若是连话都不敢说，以后岂不是要被人欺负一辈子？海边的浪啊，比这顾府的墙还高，晚上的沙滩里藏着会发光的小螃蟹。娘亲，灵儿也要去。好，以后娘亲带你去。少夫人，少爷刚传回话，说今晚也要宿在宫里值审，不回来了。不回来好啊，如烟，去吩咐小厨房，晚上咱们吃火锅，不用等他。有钱有闲，男人不在家，最是逍遥自在的好日子。少夫人这些日子睡得倒早，许是陪着小姐玩闹，折腾累了。公事繁杂，回来的迟了，莫要惊扰他们。少爷辛苦了，如烟带了些小厨房温着的夜宵。灵儿这2日如何？没闹腾吧？回少爷，灵儿姑娘这2日乖巧得很，今日还陪着老夫人在花园里赏了半日的菊呢。今天少夫人给小姐做了琥珀糖葫芦，小姐吃得满脸糖渣，乐得合不拢嘴。糖葫芦，她倒是有这些新奇心思。何止啊，少夫人还给小姐做了糖饼，带着小姐捉蛐蛐。几天下来，小姐性子都活泼了不少。有一次，少夫人为了小姐被夫人责罚的事儿，竟然当面跟顾夫人顶了嘴，夫人气得脸都绿了。少夫人却拉着小姐扭头就走，半点亏都没吃。你们俩笑什么？少爷，您知道这些天宫里的那些大人们怎么说您吗？你说来听听。
大人们都说您是冰块，自一起办事以来就没见您笑过。工部的那位王大人甚至私下打赌，说要是能见顾御史笑上一回，他情愿去城门口守3天的城门。少爷，你也别怪文言多嘴，奴婢跟文言从小在您身边伺候，知道您是面冷心热，可旁人哪知道这些？别说是在宫里了，就是在这府里头，要见少爷高兴一回都难。这几年少爷总是眉头紧锁，咱们这些当差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可不是吗？连小姐以前见了少爷都躲着走。但自从少夫人来了府里，每回您问起少夫人的事儿，永远都是笑着的。方才奴婢还没说2句呢，您那嘴角都快撇到后脑勺去了。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他对灵儿好，我是为灵儿高兴。灵儿这些年过得不容易。是，您是为了小姐。那既然少夫人对小姐这么好，您是不是也要有点表示才对？总不能让人家白辛苦吧？表示？该如何表示？他在府里好像什么也不缺，该给他买点什么好？少爷，您这心思都用到朝廷大案上去了，在讨女人欢情这件事上，真是比不上二少爷。二少爷还在骚扰少夫人吗？少爷您宽心，自从您跟老爷打发二少爷去徐州研学，人是被支走了，面是见不着了。人虽在徐州，心却不安适。但二少爷3天2头就从徐州寄来各色糕点跟新奇玩意儿给少夫人呢，听说还有些肉麻的信孽，变着法儿的想讨好。少爷，您这是在办案还是在疼媳妇儿？少夫人是差那点东西的人吗？她家在扬州富甲一方，什么金银财宝没见过？那依你之见，该如何？所以啊，少爷，您看到什么好吃好玩的，只要觉得少夫人会喜欢，您只管送就是了。这女人家看重的哪里是东西本身，看重的是您在外面办着公差，心里还能惦记着她爱吃哪家的点心，爱用哪种成色的胭脂。即便她已经有了，别管少夫人有什么缺什么，你想送就得送呀，这是您的心意。您送的是物件吗？不，您送的是惦记。可算说明白了，我刚才在旁边看着，少爷那眉头皱的，我还以为辽东又要打仗了呢。少爷这性子，也就是在朝堂上威风。虽说咱们主子娶过亲，但对从前的少夫人是有尊敬没感情，对男女之事还是一窍不通。是啊，以前那位少夫人性子沉静，两人相敬如宾，1年到头也说不上几句私房话，哪像这位陶然姑娘，风风火火的，一下子就把少爷的心给搅乱了。少爷这棵铁树好不容易要开花，偏偏还生在乱石堆里。二少爷那边不安分，府里夫人也盯着。没错，咱们可得盯紧了。看来要想让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更进一步，咱得努力了。少夫人，您可算醒了。有什么事吗？这是少爷昨晚进宫前特意嘱咐的，说是从京城最好的金铺给您带的，而且特意吩咐奴才一定要在您起床第一眼就送过来。这是……少夫人快看，这是今儿个文燕送来的金镶玉莲花的分心行簪，还有这对金蕾丝葫芦耳环。少夫人，少爷送来的好马灯戒指，镶宝石的金手镯。少夫人，外头天凉了，少爷差人送来这件貂鼠皮大氅，说是让您御寒。味道倒是不错。这兄弟俩怎么回事？顾萧远刚被我挡回去不送，顾萧恒这个木头疙瘩怎么又送上了？少夫人，这说明老爷心里有您啊，跟二少爷那些廉价玩意儿可不一样。哼，管他为什么男人心海底针，但这金子银子可是实打实的。既然顾萧恒愿意给，那我就老实不客气的收着了。记清楚了，这些都是我自个儿的家当，往后谁要来挪用，先问过我的算盘。是。这京城的秋天怎么说变就变？是啊，这寒气入骨，得赶紧添些伙食了。伙食哪有炭火香？走，去厨房寻些乐子。
娘亲，好香的味道什么时候能熟呀？快了，心急吃不了热红薯，再等片刻，保准你吃得满嘴流油。要吃要吃，灵儿要吃呢。那你亲我一口，我给你吃一个最甜的。爹爹，爹爹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尝尝娘给我烤红薯吃呢，可好吃了，你吃一口。娘亲每天给你开小灶，吃的你这只小花猫肚子浑圆，爹爹都快要抱不动灵儿了。爹爹，你是在说我胖吗？哪儿能啊，灵儿这叫福相。灵儿吃多点儿才能长高高，胖了才好，胖了有力气，要是瘦得像个竹竿，灵儿要长得和爹爹一样高，长高高，灵儿长得和爹爹一样高。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宫里的差事差不多忙完了。哦，你一直盯着我做什么？我脸上沾了东西。你也成小花猫了。爹爹娘亲，你们谁也不许先走，今晚你们都要陪着灵儿。好，娘亲陪着你。百里平日身如出雀儿犬倦，这本书，你竟然一直带在身边。那是我8岁那年你送给我的。陶然，你瞧瞧，这上面的字你认识几个？我爹说这叫青青子衿，你怕是只会念白银两两吧？商贾人家就是商贾人家，满身的铜臭味儿，连个名字都不会写，真是丢尽了我们顾府的脸。萧恒哥哥，你能不能教我读书写字？我不想要那一身的铜气味，我想认识这世间所有的字。顾萧远说我是商贾之女，只配看账本，不配识大字。我不信。书是写给天下人看的，只要想读，便没有配不配一说。那你教我，我不看那些算盘经，我要看你读的这些。力透纸壁，心神合一。这是《诗经》《左传》和几本前朝札记，外加这套湖笔端砚。萧恒哥哥，我回了扬州也不会偷懒的。当年你送我的笔墨，我可没糟蹋。你再看看我写的字呢。顾大人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怎么会？可我记得你中进士那一年，我又来过顾府吗？记得那年撒宴生日，陶氏有托难来，送了一尊玉如。是爹爹送的，里面夹着一本你写的笔记。那笔记是我随手记录的策论心得，是想让你拿回去压箱底打发时间的。压箱底？那顾大人可看清我了。我觉得你的字好看，虽说清冷了些，却透着一股旁人学不来的傲骨，所以我便学着你的字迹一遍遍临摹，在纸上画，在沙地上划，连在运河的船板上，我也比划着你的笔锋。学得像吧？确实像，若是旁人，恐怕也分不清你我的字迹了。谁让你的字瞧着就比旁人的顺眼呢？既然要学，自然要学最好的。对了，其实我写的最好的并不是这些策论。哦，那是什么？是这3个字。
怎么样，香吧？陶然，你可有心上人？心上人？他以前借给我的那些书，写的都是道德仁义、纲常伦理，全是怎么做君子、怎么守礼法。感情的事，爹娘没教过，他给我的书上也一个字没提啊。心上人？怎么才算是心上人？你有心上人吗？我当然有心上人。看到他，我会心动，会紧张，哪怕只是片刻不见，心中也如百爪挠钩。我会想把这世间一切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，只要他要，只要我有，他开心我就开心，他难过我比他更难过，那种牵肠挂肚、避无可敌的感觉，这就是喜欢。心动，紧张，我的心跳得这么快，脸又这么烫，这难道就是心动和紧张吗？或者只是因为离我太近的缘故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想过这些事情。然而，既然你说没想过心上人的事，那为什么你写我的名字写得最像，甚至连落笔时的那点微小的习惯都跟我一模一样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因为我写过最多次呀。这几年在船上无聊，我手边只有你的笔记，自然是写你的名字最顺手。那你写我名字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又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平日里只知道教你读书的木头哥哥，还是别的什么？写你的名字，想的当然是你啊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顾萧恒。哎呀，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傻然儿还没开窍呢。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少夫人，这是少爷今天特意交代的，说是瞧着这珠子色泽像您，衬您的肤色。文燕哥哥，如烟姐姐，快来啊！娘亲说今天要扎风筝，咱们扎个最大的大武功。心上人，怎么才算是心上人？喜欢一个人不就是心上人咯？我刚才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。看来我家少爷这些东西真是白送了。那金钗玉镯送出去一箩筐，少夫人一点没明白少爷的情谊有多深呢。送东西不就是为了谢我照顾灵儿吗？这怎么还扯上情谊了？我也跟着少爷去送过不少公文，见过不少硬骨头，可我只恨少夫人的心是钢铁做的。你说，少爷每晚在书房点灯到深夜，那是看公文吗？那分明是看着少夫人的字迹发呆呢。你们有话就讲明白，别暗戳戳的小声嘀咕。少夫人，少爷他喜欢您，这份心思都快从眼里溢出来了，您难道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到吗？这隐隐约约是有那么一点感觉吧。少夫人，您难道就对少爷没感觉吗？您可别告诉奴才，您这心里真住了一座冰山，怎么都捂不热。我对他有还是没有啊？我这不还没腾出功夫想这事儿吗？少夫人，您这心眼要是用在账本上那是精明，用在感情上那是真糊涂啊！您要是不喜欢少爷，您怎么会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菜，喝什么茶？连他喝茶喜欢用几度的水泡，您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就是啊，您还每天吩咐小厨房变着花样做好了，亲自装在食盒里，怕冷了还裹上2层厚棉垫，让人马不停蹄地送进宫里去。若是没那份心思，谁带饭操这份心？那我在府里也没事儿干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再说了，他是官绅，我是家眷，他好歹赚俸禄回来供我吃喝呢。万一他饿死了，赚不了钱了咋办？我这叫深谋远虑，保住财路。财路？那糖葫芦和糖饼呢？您做的那些糖葫芦、糖饼，自己平日里最爱吃甜的，却都舍不得多吃，还特意腾出个干净碟子，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留着等少爷回来尝尝。这又怎么说？那是我突然不爱吃了，腻得慌。
少夫人，您就别拿那些生意引来搪塞了。那日家宴，夫人在饭桌上说了一句少爷冷血没有感情，您怎么就气成那样，还当众跟夫人大吵？那架势，瞧着都要把房梁掀了。顾小远骂我那天，他也替我出头了吗？投桃报李，这是为人的道理。娘亲，一起还要绣小鸭子送人吗？灵儿看到娘亲这几晚躲在灯下，给爹爹绣小鸭子呢。什么小鸭子？那是鸳鸯。哦，鸳鸯啊！不是，你们听我解释，那是因为那些成了亲的男子不都有娘子给绣的香囊吗？他最近送了我多少金簪首饰，我毕竟收了他那么多东西，作为交换，绣个香囊回个礼也没什么吧？我也不能白拿人家的。娘亲，要是为了还礼，为什么要绣的那么仔细啊？灵儿感觉你好像喜欢爹爹呢。才不是，我没有。没有什么，我让文燕出去买来给你。哎呀，少爷您回来了，瞧我这记性。少爷，如烟刚才说找我有天大的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对，文燕也找我有事，我也先走了。如烟姐姐，风筝还没糊，灵儿也走了。他们怎么了？家里出事了？啊，不知道啊。你很热吗？脸怎么这么红？有点儿。突然换季，这衣服穿多了。京城的秋天真怪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。那个，今天怎么也回来的这么早？平时不都要到掌灯之分吗？宫里的调令下来了，京城的事忙完了，我明日便要启程去辽东巡查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去辽东？辽东那么远，现在又是春秋，要去多久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你舍不得我走？谁舍不得了？我是担心灵儿。你这当爹的一走半年，回头孩子不认你了，看你上哪儿哭去。放心，我会赶回来过年的。现在才入秋，到过年还有几个月呢。辽东那地方寒气重，比京城冷上10倍。你明日就走，行囊备好了吗？羽绒、大棚、铁皮靴子，还有挡风的护膝。那来不及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去哪儿？买东西。快走，晚了金铺绸缎庄都歇业了。掌柜的，把你们店里最厚实的羽纱面料拿出来，要那种里头续了双层新棉的。然而，不必如此麻烦，随行自有官府。你懂什么？这会儿都入秋了，要是你过年才回来，那辽东地区得有多冷呢？可别被冻死了。我爹常年在外经商，我见过我娘如何打点行李。辽东那地方寒风透骨，行囊里若没几件压身的东西，铁打的人也熬不住。站好，别动。这一身再加上那双麂皮靴子，一共多少银子？夫人好眼力，这些都是上等货，拢共50两白银。50两？掌柜的，你当我是那些养在深闺不识数的大家小姐？这样的布料工艺成本是多少银子，我一清二楚。这貂毛是旧年的陈货，羽纱的织法也普通，你不卖，我就去下一家。对面德盛昌的掌柜可还欠着我陶家人人情呢。哎呦，夫人您这卖40两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哎，大人，您这位娘子可真是厉害。我知道。那是当然，我要是做生意，不一定输给你呢，掌柜的。老伯，您这松子瞧着没去年陈氏啊，是不是换山头采了？哎呀，还是顾家娘子眼毒，给您添2把云云。顾大人的小娘子可厉害，可不是嘛？这小相公真有福气，娶到这样能干的夫人。跟我成亲，吸了你这样的头脑和口才。从小我就说，凭什么只有男儿既能考取功名，又能经商做生意？女人就只有嫁人生子这一条路走。这世间有多少女子都困于深闺之中，从富家到夫家，从一个院子换到另一个院子，每天抬头都只能看那四四方方的天。他们中有人能算尽天下账目，有人能写出惊世华章，可即便有才华有头脑，也无处施展，最后都烂在了那脂粉香气里。我幸好有这样的爹娘，带着我游历四方，看了广阔天地。
我见过黄河的浊浪，看过塞外的孤烟，本以为自己这辈子能像雄鹰一样，但成亲之后还是进了那四四方方的小院子，也只能像那些大家夫人一样，在那方寸之地算计着一日三餐，等着夫君归家。说远了，咱还是不聊这个，我也就发发牢骚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然儿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方才为你可惜，是发自内心。嫁入仕宦之家，你这经商的天赋便无处施展了。最近朝廷正在商议招女官的事情，你想试试吗？女官？你是说朝廷要公开选拔女子入仕？只要有机会，我当然想啦。你知道吗？父亲去世那年，那些平日里和蔼可亲的亲戚，突然变成了豺狼虎豹，只因为我是女儿身。我弟尚年幼，他们就敢在灵堂的分我家产。当时你快马加鞭赶来，用你御史的身份生生镇压住他们时，我除了感激，心里更多的是羡慕。羡慕？我心里想，凭什么你要救我，我就必须得被救？倘若我也能入朝为官呢？倘若我自己手里就有这样的权利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地补助我娘，补助陶家的铺子，就不用这么被动地等着你来拯救了。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不是，你真的很特别，这确实是你会有的想法，我很佩服。要是有这样的机会，我是一定会考的。到时候你得当我老师指导我。你有县城的御史大夫这层身份，这可是京城最好的名士资源，不用白不用。你说呢，顾老师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需要拉钩吗？我是认真的，你不要嬉皮笑脸。入朝为官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想头，不是灵儿玩的拉勾勾游戏。你若觉得我是在胡闹，大可不必拿这些话来哄我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成亲那天，我在旁人面前说的那些话，不是为了气他，更不是为了保全顾家的面子而说的气话。什么意思？我说，当我的妻子用三从四德，不用百依百顺，是认真的。这京城的高墙能困住金丝雀，却不过困住你。我欣赏你的聪明才干，更可惜你这样能惊天伟地的头脑。若真被困于后宅与婆媳争斗、着力算计之中，那是我顾萧恒的罪过。不管是考女官还是做生意，我都愿意支持你。我不仅仅是你的夫君，更是你的后盾。以后这马车怎么这么陡，陡得人心跟着砰砰乱跳。如烟，这鹿皮护膝要放在最上面，辽东的封印。少爷一下马车就得给他裹上。文燕，那些暖身的药材千万别受潮了，那是专门请老师傅配的。是少夫人，小的都记在心里了，绝不敢耽误。你瞧瞧少爷那眼神，怕是恨不得把少夫人装进袖口带去辽东。少爷这妹这么笑，真是开了眼了。不必带这么多，我只是去巡查。少废话，冻坏了又得费我的药材。如烟，你们带着灵儿去外面玩会儿。灵儿，然而，这是我这些年积攒的所有身家，还有我在京郊和城南购置的地契。往后，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。我领的俸禄以后也会直接送到府里来交给你。你是商贾出身，想必比我更懂得如何让这些银钱生财。你想怎么处置都顾萧恒，嗯，你喜欢我吗？你还记得这条帕子吗？我给你的那条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你一直留着。其实从你第一次闯进书房找我教你写字之前，我就已经注视你很久了。17岁那年，我高中进士，所有人都围着我道喜，可那晚我想起的却是生母。我在祠堂哭得狼狈不堪，那时你蹲在我面前，温柔地给我递来一颗糖时，我真的很想抱你，又怕吓到你。那颗糖很甜，甜到让我第一次动了贪念。为了有这个身份，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护着你，我去找父亲，求他去扬州提亲。我天真的以为我只要动作够快，就能把你定下来。但没想到萧远率先跟你定下了婚约。父亲说，二弟性子软，需要一个刚强的内助，而陶世伯也更看重两家原本的默契。那一晚，我看着父亲亲笔写下的婚书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你从没说过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把我当成世交家的妹妹。我以为你跟萧远青梅竹马，我以为你们情投意合。我是长兄，我不能也不敢在你们之间插足，所以远赴济南，远赴辽东。我想着只要不见你，这份心思总能淡下去。
可大婚当日，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萧远做出那样的事情，看你一人站在堂上那样无助，那种被众人议论、被婆家轻慢的羞辱，我看着你强撑着脊梁不肯低头的样子，我的心痛得快碎掉了。原来他17岁那年便对我有意。3年前，父亲收到陶府的分报，传书信给我。当时我还在济南巡视，拆开信封时，指尖都是凉的。书信中提了一句：府中小儿年幼，恐亲眷生事，尽快到府中帮忙理事。父亲知道你性子刚烈，怕你一个人撑不住那些吃人的虎狼亲戚。我急得发疯，马都倒了好几匹。那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你要是受了委屈，我要这功名利禄有何用？我一刻不敢停，夜以继日地往扬州赶。我记那时候扬州城的人都说，顾家的大少爷是得了仙人助助，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赶到。你个丧门星，克死你爹还要霸占家产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看谁敢动他！那一回，看你哭得眼眶通红，却还要强撑，我也想抱抱你，但我也不能。我怕坏了你的名声，怕那帮亲戚拿你我的清白做文章，更怕你觉得我趁人之危。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已经憋了好久，哪怕是隔着3年的风霜，隔着旁人的婚约，我都想亲口告诉你。然而，我喜欢你，好早好早以前就喜欢你了。然而，我的心思你如今全知晓了，可是你呢？你有心上人了吗？有了，刚有。是谁？你明知故问，除了你还能有谁半夜3更在这儿逼问这些？那你方才已经知道了我的答案，也早就猜到了我的心思，又为什么偏要我亲口说一遍，还要问得那样明白呢？那种事怎么能靠猜？我要亲口听到你的答案，我才放心。否则，我总觉得这是一场替弟弟收拾结局的交易，而非真心。是你？什么？风大，我没听清。是你，顾萧恒，听清了吗？别胡闹，明天你还要出巡辽东呢。你衣服的袖口破了，我给你补一补。谢什么？你是我相公，这是应该的。你叫我什么？娘子。娘子。干什么？娘子。干嘛呀？到了辽东，那护膝一定要日日带着，别仗着自己年轻就不当回事。还有那些药材，我让文燕收在最里层的皮匣子里了。爷爹，你要快点回来，灵儿和娘亲会在门口等你的。知道了，你在府里凡事多留个心眼，若顾香远再敢来搅扰，直接修书派人送去辽东，我必不饶他。如烟姑娘，夫人有令，府里丢了件御赐的金丝掐丝珐琅陈瓶，贵重的很。夫人说了，所有下人一应人等都得去大堂接受盘问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丢了东西，怎么偏偏选在少爷刚走的时候盘问？夫人的旨意，谁敢违抗？如烟，走吧。说是府里丢了贵重东西，分明那老妖婆又要搞鬼名堂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什么东西忘拿了吗？还是那枕瓶找到了？嫂嫂，大哥刚走，你就这么急着关门？顾萧远，
你想干什么？陶然，我只是想跟你说两句话，你不要那么大的怒气，毕竟咱们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情分。情分？大婚之日去青楼鬼混的情分，还是现在强闯兄嫂做房的情分？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放完了赶紧滚！我娘跟我说了，你们婚后我哥每晚都是去书房睡的。陶然，手这个木头疙瘩，滋味不好受吧？你娘每天晚上不睡就关注我们床榻上这点事儿，这贱不贱啊？太师府的当家夫人背地里听儿子的房角，传出去也不怕笑掉大牙。你别扯远了，陶然，你心里其实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当时在大堂说要改嫁，肯定是因为气狠啊，跟我哥成亲，只是你一时的赌气，我都懂，你是在等我去求你。你又发什么疯？你是哪里来的脸，觉得我离开你就活不下去？顾小远，你不要发神经了，现在就是让我再选一次，就是让我嫁给乞丐，嫁给残废，我也不可能会嫁给你这种没皮没脸的东西。你放心，要是你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，我们可以远走高飞，我们可以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不是你有病吧？谁要跟你重新开始？顾小远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我们以前也没开始过，别拿你那些自作多情的记忆来恶心我。陶然，你怎么可能对我没感觉？我们从小一起玩，我抢你说你打我，那是打情骂俏。你明明也对我那么好，当初我生病你还亲手给我熬过药，我不信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。是的，没有。顾小远，我已经说的这么直白了，你到底能不能听懂人话？哼，还在装。陶然，我娘早就私下里问过喜爸的事了，如果不是喜欢我，如果不是在等我，你何必为了我一直守着自己的清白之身？大哥成亲这么多天都不碰你，不就是因为你心里装着我在为我守贞吗？你就是在嘴硬。顾小远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发疯了？好话歹话全都听不懂吗？滚出去！滚！你觉得我进来了还会走吗？丫鬟们都被我娘叫走了，这园子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，不会有人来打扰的。顾小远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如今是你长嫂，你要是敢再放肆，不用等顾萧恒回来，我都会亲手把你杀了。杀我？你舍得吗？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来人救火！快来人啊！别跑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陶然，别挣扎了，这院子没人的，你叫破喉咙也没用。臭婆娘，你敢躲？我看你今天能躲到哪里去！救命啊！你个王八蛋！老娘杀了你！陶然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不能杀我，你冷静一点。这下清醒了，刚才那股子经验多的淫荡劲儿哪儿去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该死，我是畜生。姑奶奶，你让我一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晚了，我求你放过我！啊！然儿，是我。你怎么样？他有没有伤到你？他动你哪儿了？少夫人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都怪我大意，竟然将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奴才该死，
少爷原本就是留下我保护你们的安全，可我在府门口看到这畜生就赶忙去报信了，叫刘二进来守门，谁料刘二也被夫人强行叫走了去。还好少爷还没登船，我们是拼了命往回赶的。娘亲，对不起娘亲，灵儿来晚了，灵儿不该被如烟姐姐带走的，灵儿应该在这里守着娘亲。你这个坏人，你欺负我娘亲！小姐别过去。少爷，别打了，再打要出人命了！别打了，别打！我的女儿啊！住手！快去宫里叫太医！太医呢？我的儿，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你睁开眼看看娘啊！你这个毒妇，你怎么能下这样的死手？你居然敢废了他！老爷，你看看他毁了远词啊！我儿的下半生都被他给毁了，他这不仅是断了他的后，更是要了我的命啊！我毒妇？你们这样毫无道德人性，想要毁我清白才是下贱。顾萧远明目张胆闯入兄嫂房中行那畜生之事，说这也叫无辜？那这天底下的公道就是个被你们这些自诩名门的人给吃尽了。闻言，报官，我要把他送入大牢。你敢！陶然，你疯了！玉儿是太师之子，你要毁了他的前程，还要拉着整个顾家去供他受辱吗？不许报官！这样的事情传出去，我顾家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？京城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太师府给淹了。现在是他们两母子狼狈为奸，谋害我的妻子。父亲，您的脸面就如此重要吗？重要到可以随意践踏然儿的清白和性命？这不是没出什么事儿？那畜生不是已经被他废了吗？没出事？如果不是然儿殊死搏斗，会没事吗？是不是非要等他横尸当场，或者被这畜生玷污了才算是有事？就算有事又怎么样？你本来就是他玉儿的未婚妻，你竟然还跟你爹一起把玉儿给送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，凭什么？我的玉儿到底哪里不如你？你要这样苦苦相逼？够了，都闭嘴！今日出了这样的事，是远儿的错，可他已经受了教训。你们是两兄弟，若真闹到衙门，太师府的名声、萧恒的前程，统统都要毁于一旦。事情传出去太难听了，不许报官，家务事就在这里聊了。明天远儿也去徐州研学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踏入京城一步。我会另外再建一座别院给恒儿一家居住，等院子建好了，你再回来。在这之前，你们先搬出去住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又给他顾萧恒建宅子？元儿被打成这样，下半辈子都毁了。你不说重罚那个毒妇，居然还要给顾萧恒赏赐宅子，老爷，你就是偏心！我怎么偏心？从小到大，远儿闯了多少祸，每次都是我替他遮掩，我对远儿还不够好吗？老爷，你从没有对远儿的功课上过心，你嘴上说疼他，可你眼里只有大房留下的这个种，你就只偏心顾萧恒，只盼着他出人头地。他中进士，得官位，所有风光都是他的。好不容易死了一个侯府千金夫人，我以为远儿总算能熬出头了，可结果呢？现在就连他抢走远儿的妻子你也要答应，你甚至还要给他们建别院，凭什么所有好东西都是顾阳衡的？凭什么？我的儿子为什么样样都比不过顾萧恒？论出身，他是太师府名正言顺的嫡次子；论相貌，他也是京城排得上号的公子哥。就是因为你这个当爹的偏心，你把所有的好前程都给了长子，把所有的名师都请给了长子，远儿才会被你逼成这样。偏心？顾某自问带2个儿子一视同仁。
因为她早产，从小你就怕她苦着累着，说她身子弱，受不得风吹草动。当年我请了翰林院的先生教她，她因为懒惰懈怠被我打，你哪次不是跟着她一块许死逆活？你抱着她哭，说我狠心。我不让你管教，你就不管了吗？我是子母心肠，你可是他亲爹呀！少爷，徐州那边的急信。父亲，您自己看吧，这就是您那只是犯了小错的好儿子在徐州干的雅事。老爷，月儿在那边出了什么事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！你疯了吧？月儿已经这样了，你为什么又打他？你是想要他的命吗？我想要他的命，我是恨不得从来没生过这个畜生。你自己看看，看看这个逆子在外面干的好事。顾小恒，是你毁了我！我要你的命！你！我杀了你！放手！他是你亲弟弟呀！来人！你竟然私底下偷偷调查我！你竟然从徐州就开始盯着我！你凭什么调查我？因为你在大婚当日就对我夫人不敬，甚至想要大打出手，后来又几次三番叨扰。你这种人，心里装的全是狭隘的占有欲和自私的贪念，从未学过何为尊重。根据你平日的品行，我怕你会失去理智，对我夫人带来伤害。所以从你去徐州开始，我就派人跟在你身边，注意你的一举一动。我想着，只要你肯悔改，在徐州安分守己的读书写学，我或许还会拉你一把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能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。我没想到，你竟能借着喝醉酒的由头，做出强抢民女这样伤风败俗之事。为了抢一个女子，你竟当街将她的未婚夫打死。事情败露之后，你不仅没有悔改，不仅没有去官府自首，反而还敢打着太师府的名义，软硬兼施威胁当地县令，将此事掩盖。你真以为这天下是你顾萧远的天下？如今那未婚夫的家人在衙门口击鼓鸣冤，已经引起了民愤，甚至有人联名写了血书送入京城。顾萧远，你该当何罪？顾某一生修身立节，为官清正廉洁，没想到林老竟然生出你这样的畜生！萧何，把这个不孝和押去衙署，交由大理寺审理，不必顾念我的脸面。至于你，死母多败儿，若非你多年纵容，他何至于此？我会向皇上请求休妻，将你赶出顾府大门，并且卸任太师之职，以儆效尤，以此谢罪天下。一切都结束了。然而，辽东边陲之地气候恶劣，这一路北上，不知要经受多少颠簸之苦。你们跟着我一起奔波，为师受苦了。怎么，顾大人这是觉得我跟灵儿是那温室里经不得风雨的花？灵儿，你喜不喜欢跟娘亲在一起？灵儿喜欢跟爹爹娘亲在一起。从前爹爹好久好久才回来一次，灵儿在家里总是怕怕的。只要能跟爹爹娘亲在一起，就算是吃馒头，灵儿也愿意的。瞧见没，灵儿都不怕，你倒在这儿忧心忡忡。我从小就跟着我爹娘全国各地跑，见识过运河的浪，也踩过塞外的沙。比起窝在那儿死气沉沉，到处都是算计的太师府里看天，我可喜欢往外跑了。娘子，灵儿，有你们真好。等我考上了，咱们就在京城并肩而立。好。